2025年太阳上升在土象星座，也就是金牛、仙女、摩羯的人呢，财富点非常的多，因为你们明年的财富密码就是多样化。土象人呢，明年是很有机会收入或者是存款增加的啊，通过在目前的主业的一个情况下去增加副业，或者是增加另外两个、另外多个其他的一些主业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理财方面的一些规划和投入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要发财，不能够只盯着你目前所拥有的东西原地自封。比如说你现在做的是 A 啊，你就不能说我要把 A 做得更好，以获得更多的一个收入。不是的啊，土象你们明年的一个发财路径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在你目前所做的一个事情上，你再怎么深耕，再怎么想办法，它也就那样了，或者至少在目前阶段，你是泛不起什么大的新的水花的，可能会受制于一些环境啊、条件啊、平台啊、时机啊等等的原因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们要把目光去瞄向别的地方，不要做纵向的一个努力，要做横向的拓展。你们不需要再在原本的一个领域去挖掘很多的一些新的实力，因为你再怎么挖掘，你就只有一个角色。明年你要打造多样化的角色，你多一份角色，你就多一份收入；多两个角色，你就多两份收入。那你说这不就会很辛苦？不会啊，这点很有意思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角色，那是不是就很简单？就是你就做一件事情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多一个角色，你就会多一些事情嘛，我们就会觉得说你肯定会累一些。但是土象星座明年你多一个角色，你反倒会比单一的角色要轻松。你只专注做一件事情，你会非常累，压力也非常大，财富的收入也比较低，就是投入回报比较低。但是你同时做两件事，甚至是3件事、4件事，你做的事情越多，你有起码2个不同的角色身份在自己身上，你突然间就觉得，自己好像变得轻松了，每一个角色都变得轻易起来，每一个角色当中需要付出的东西也变少了，这个时候投入回报比也变高了，财富的收入也会大大的增加，所以呢是一举多得的。土象的甚至会因此有这种闲暇的时光，就终于不用1年干到头了，就也可以去走一走啊，旅个游啊，约人吃个饭啊，交个朋友啊什么的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是你们明年很神奇的一个运啊，可以去体会一下。星座行运利用的好的话，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弯路，也让自己不要那么累啊。另外呢，土象明年多样化的财富呢，也会体现在社交知识的一个多样化的拓展上。这意味着呢，你们会靠人比较近，靠这种朋友啊、大众啊，所以这种合作运、宣传运、人气运都很不错。明年呢，金牛、仙女、摩羯的社交活动也会比以往要丰富，至少你们会出门变多，或者是上网去跟人交流的频率会变多，这个是一件好事啊，因为会刺激到你们财富的一种正向的流动。还有呢，就是学东西，尝试新的形式内容，都会对你们的财富事业有利。但是呢，这个学呢，不是凭着我个人的喜好，凭着我自己喜欢，我有这个热情我就去学。土象呢，明年所有学的东西和所有的一些社交都带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学这个东西，是因为你知道它能够给你带来外快啊，或者是更多的收入啊，或者是能够让你升职加薪啊。你去社交，你去旅游，可能是因为你想要增加找到合适对象的可能啊，或者是想要丰富自己的人脉等等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现实。它不仅是因为喜欢，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需要，就是我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好，所以我需要做这个，需要去结交这个。更多的人呢，也会开始理财啊，了解更多的财务经济的知识，对于财务的管理会了解更深，这也非常有利于你们长期合理的去处理自己的一个财富。那么土象人明年财富好运会比较高频的出现在电子信息、商务啊、招商、销售、做生意方面，还有这个自媒体啊、直播啊、网络啊、资类、询类啊、教育啊，尤其是课程培训这些方面，高科技、智类能啊、金融啊、理财啊、财会啊、行政、文职、水晶珠宝，以及比较前沿的、前瞻的或者是小众的一些领域，还有专业门槛比较高的领域。那就祝所有的金牛、仙女、摩羯25年发财大吉！我是艾达帆老师，用心理心学让生活更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